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上次我们读书会第167讲讲的是浅谈不二法门啊，因为是浅谈，所以感觉意犹未尽啊，还会完全烧到痒处啊。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再续前缘，继续来谈不二法门啊。不管是浅谈也好，深谈也好啦，不二法门就是不深不浅啊。意思就是说，很浅的道理，如果我们不懂，那浅的也会变成很深的；很深的道理我们懂了，那深的道理也会变成浅的。举个例子来讲啊，大家一听就明白了。随便举一句近似语啊：口说好话如口吐莲花，口说坏话如口吐毒蛇。这句话是深还是浅呢？也是不深不浅呐，因为把这句话做到了，道理就很浅；做不到，那这句话还是很深。所以这句话的道理是深还是浅呢？说深也对啦，说浅也对了，深浅不二啦，唯一重要的就是要让大家听得懂啊，要能让人家听得懂，有时候就要深入浅出啊。那有时候呢，就要浅入深出啊，所以深入浅出跟浅入深出也是不二，因为有时候道理很深邃，但解释很浅淡；有时候呢，道理很浅显，但解释很深入。所以要深还是要浅，要看听的对象才能够发挥观机斗教跟应元说教的效果啦。时速300公里的疾驶的高铁，那餐桌上啊，那杯咖啡安稳不动啊。那这杯咖啡到底有没有在动呢？其实，在车内它是没动，但是对车外来讲呢，它在动。那这样到底是动还是没动？说动也是对，说不动也是对，那这样的动与不动都对，就是不二。佛陀在世的时候，同时出现2尊佛，一般人只知道是释迦牟尼佛，佛陀是出家嘛，那维摩是在家。佛经上记载着很清楚哦，维摩居士是在家佛，地位跟释迦牟尼佛完全平等的。那佛陀弟子的门啊，佛陀的弟子们呢，去到维摩居士的那里呢，对维摩居士呢要顶礼3拜。这个说明呢，成佛不一定要出家，但是出家求自己精进修学少烦恼，所以出家修行是比在家好了。如果真的要修行的话啦，那在家因为有很多的情执很难放下。那出家人是远离情执把情执放下，而维摩是在家，不离情执而没有情执，心地永远是清净平等觉，这个是真功夫。佛陀说有一个佛国叫做妙喜世界，那里有一尊佛叫做无动，就是不动啦。那维摩居士就是这尊不动如来在那个佛土呢圆寂之后呢，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示现。那这样说起来，维摩居士是很久以前就已经成佛了到这个世界来以居士身来度众生那释迦牟尼佛是以佛身来度众生所以因以佛身得度者，则现佛身而为说法。因以居士身得度者，则现居士身而为说法那这样大家对维摩经里面的这个主角维摩居士就有一个基本上的了解了啦，清楚了啦。维摩诘经的主角是维摩诘居士嘛，那配角呢也很多有文殊师利菩萨、舍利佛、目犍连、阿难跟30多位的声闻缘觉的菩萨。那人人拼命在说明什么是对立，什么是真正的不二，讲了老半天，轮到众望所归的
文殊师利菩萨上场了啊，他讲了一句真理啊，上次读书会我们也有提到啊，他说：“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事无事，离诸问答，是为不二法门呐。”啊，文殊菩萨认为不二法门是不可以用语言来说明的啊，是无法用意念来体会的，也无法问答的啊。虽然文殊菩萨比起其他菩萨的境界呢是高一等啊，用一语呢来道破，语言本身并非真实啊，但毕竟文殊菩萨还说出了不能用语言去说出来的话。等到维摩居士做出总结的时候呢，却不发一语啊，保持沉默啊，所以才会有后世人呢赞美这个维摩居士，这样的境界叫做维摩一默响如雷啊。虽然没说话，但道理很大声哦，因为语言只是事实的表示而已啊，不是事实的本身嘛。以上这些呢，我们上次都有提到啊，现在我们再重点提一下啊，这样跟今晚要讲的这个主题呢，才能够衔接的起来啊，才能够无缝接轨啦啊。所以这两集基本上可以二合一啊，结合在一起啊。维摩诘经里面这个男主角就是维摩嘛啊，他是一位入世的佛教徒啊，而不是出世的僧侣的。一般经典中的男主角呢，都是伟大的菩萨或者圣者，但维摩诘经却是入世的信徒为主啊。这一点呢很有趣，因为他所阐述的道理，反而跟入世的信徒跟在家居士呢更接近啊。这一点呢是维摩诘经呢它的魅力所在啊。那维摩诘经听起来跟我们很对劲啊，那是因为维摩他以束缚跟解脱来做解释啊，这个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比较容易对劲的。因为人人都会感到生活中有许多的束缚嘛，有时候呢甚至是有苦难言呐，无处宣泄啊，而人人也都想找方法来解脱这些束缚。我们如果能够从维摩居士的不二法门中得到启发，那人生可以避免很多的憾事发生哦，也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啊。上个月不是那个歌后李玟嘛，在家轻生嘛，48岁嘛，财产台币40亿啊，这么有成就啊，唯一是上奥斯卡颁奖舞台的演唱的歌手啊，可以说是名利双收啊，大富大贵啊，可是解脱不了自己身心的束缚跟包袱啊。表面上是说忧郁症其实忧郁症的形成也是有它的前奏跟前兆啊，孤独、寂寞、空虚、失落等等，就是忧郁的前兆。那忧郁症简单的讲就是心灵感冒了啦，人也会感冒，心灵感冒啊，这个叫做忧郁啊。那感冒没有好转，继续下来就会怎么样？发烧、头痛、喉咙痛，到最后全身筋骨酸痛、呼吸困难啊，甚至造成什么支气管炎啊。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的切身经验嘛。孤独、寂寞、空虚、失落也是忧郁症的前兆啊。但是孤独、寂寞跟空虚、失落两者是有微妙的距离哦。修行人不怕孤独跟寂寞，甚至把孤独寂寞当成一种享受了，但是不会让它变成空虚跟失落。然而呢，对还未接受佛法教化的人来说呢，孤独寂寞跟空虚失落都是身心的束缚啦。有的人会不甘寂寞，不是吗？解脱不了而继续恶化，就是忧郁了。那忧郁再继续恶化，就会有轻生的念头了。那死都不怕，这个力量是无与伦比的啊。这个时候呢，这个业力现前死意甚坚谁来挡也挡不住。那我们看到那个新闻是这样子写嘛，轻生之前呢，
李文才跟他的母亲呢一起用午餐呢，一点都看不出有任何的异状，非常冷静。那再来看看8月5日啊，我们已经举办过的这个直播3周年的这个感恩会，分享者中呢有一对夫妻档的同修啊，师兄叫做陈炳山师兄，太太叫做林淑华师姐。那陈师兄3年前呢，刚开始听我们直播的读书会之前呢，是有严重的忧郁症可想而知呢，一家之主有忧郁症不但自己辛苦作为太太跟子女的，要不深受其害也是很难这是共业嘛，一家就会陷入愁云惨雾好在不幸中有大幸那陈先生呢，虽有忧郁症的一个业报了，但命中也有碰到贵人的福缘在关键时刻呢，有贵人出现碰到慈济委员芬兰师姐跟文林师姐2个人介绍他来参加读书会就这样好缘一线牵，正法入心，以正破邪有病治病，没病强身那夫妻2人呢，精进读书闻法，心中有入法，结果呢，关关难过关关过，终于走出了暗暗黑夜现在夫妻2人都已经同时受证为慈济委员，那这个就是摆脱束缚而解脱了，也就是从黑暗走向光明也印证了信与不信也是不离不二法门。所以信与不信都是福都一个福一样不二就是一个都是福那反观这个巨星李文都缺少了这样的福缘从一代巨星的光明走入忧郁的黑暗再从黑暗呢走入黑暗终于走上了不归路。其实当年的港星张国荣坠楼往生也是一样，命中缺少贵人虽然朋友很多呢，但是没有贵人，也缺少福缘来扭转业力那2位巨星的陨落呢，是由于忧郁症。那这位陈师兄一家的浴火凤凰也是由于忧郁症。那关键之处就在于能否适时解脱，解脱跟不解脱这个后果不一样。那一般人是把束缚跟解脱当作是互相对立的，这个是束缚，这是解脱，一个是提起，一个是放下，把束缚跟解脱呢当作2回事。因为一般人是把束缚当作黑暗嘛，很辛苦嘛，把解脱当作是放下了，当作是光明嘛。但是依维摩诘居士看来呢，束缚跟解脱不是2回事不是对立的即使我们已经从束缚中解脱出来了，也不是维摩诘对我们维摩居士来讲，也不是真正的解脱了。维摩认为真正的解脱是不把它看作是彼此对立的解脱，而是站在更高层次的立场角度来看事情就好像说修而无修了，忍而无忍用而无用的道理是一样的，是更一层的境界了。那重用与不用也是不二，有时呢用与不用也在一念之间而这一念有时是用而不用，有时则是不用而用用而不用是用其强项，避其弱项那不用而用呢，是看似不用，看似没有在用，实则是另有重用这个叫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解脱也是一样，解而无解。你认为他在解脱，他不认为在解脱。维摩居士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认为我解脱了，你还有解脱的这个念头。维摩居士认为解而无解，为什么呢？因为都没有束缚，哪需要解脱呢？没有束缚而要解脱，就好像没有烦恼却说要解脱烦恼这样是不是多此一举？所以维摩在解脱上面再加上4个字：
不可思议啊，叫做不可思议解脱了。那维摩诘经的第6品就是在讲不可思议解脱。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这个，我们今天是在讲不二法门啊，第6品的不二法门啊，道理很深，不容易懂。其实简单讲呢，啊，就是游戏三昧啦。能够随时解脱束缚的人，才有可能做到游戏三昧啊，也就是菩萨游戏人间呐。维摩就是这样子的境界啦，啊，这也是我们读书会呢经常会提到的随起随灭啊，生而无助啊，这个道理啊，不是没有束缚，而是一有马上就自动消失，或发现有束缚了，束缚产生了，但生而无助啊。在心中呢不起作用。那维摩居士的游戏三昧呢，是一种智慧的游啊，是一种菩萨的游，是一种慈悲度众的游啊，所以是身游心不游啊。看起来是游戏，实则是游而不游啊。意思就是说，他不会流连忘返啦，他不会乐不思蜀啦。不会被这个境界呢吸引住了，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游玩了，其实心是处在定境之中啊，不被这个境界所影响了。这个就是游戏三昧。那里面甚至蕴藏着什么游戏神通哦，叫做什么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啊，这个是厉害啊，这个真功夫啊。这也是维摩居士出入红尘酒店啊。那个声色场所啊，去度脱苦海众生啊，这种入污泥而不染的，这就是入污泥而不染的最佳写照啊！这个是有相当高强的定力呢，才有办法做到了，普通人是做不到的啦。普通人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肯定会什么？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常使英雄泪满襟啊！本欲度众生，反被众生度啦。你到那个地方去，你要度众，你不成功就算了，你还成人，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就很要命啊！那其实持寂法门就是在让我们修持寂三昧。那什么是持寂三昧？持寂三昧就是非行非坐三昧。三昧就是镇定嘛，各位都知道嘛，镇受镇定的意思。那非行非坐就是虽然身在活动嘛，但心是宁静的，身在人群中啊，心是在独处中啊，这个就是大菩萨行啊。没有时间给你打坐，也没有时间给你念佛，但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或是在行住坐卧当中啊，就是在修三昧，都是在修镇定禅呐。静中修静这个容易的但要动中修静，这个就很难。所以我们以前说过嘛，静中修10分，不如动中修1分啊。所以常常感觉身心被束缚的人，不要说游戏三昧了，或持寂三昧了，可能菩萨游戏人间都做不到，因为心有所住嘛，而有所牵挂跟束缚嘛。在这里嘛，心有所住就是心执着了啦，跟境界捆绑了啦。所以我们要学习《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这句话大家都有听过嘛。这个才是真功夫啊。所以要努力精进闻法修道，否则一碰到状况来了，就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无本事实在无法度啊。真的是没有本事，没有法度啊！一位弟子呢问禅僧呢：“请问师父，解脱的法门是什么？”问师父啊，那这位禅僧就反问这个弟子啊：“是谁在束缚你呀？你要我教你解脱，但到底是谁束缚了你呀？”好，来。师父清楚的告诉你，根本就没有人在束缚你，会束缚你的
不外乎你自己的意思，就是说天下本无事，是你自己庸人自扰之啦，叫做作茧自缚啦，自己束缚自己的。束缚我们的呢，一律都叫做恶魔，而恶魔不在外面，是在我们的心中啦。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执着佛界的相，就是魔界；忘却魔界的相，就是佛界。这句话很有意思啊。简单的讲就是说，碰到佛境也不会欣喜若狂碰到这个魔境也不会心生烦恼，反而升起一个感恩的心，升起一个亲近的心。入佛境跟入魔境，心中都不起分别遇顺境跟遇逆境呢，都是一样的，不起分别，没有顺逆的分别啦。这就是维摩诘经所讲的入不二法门所以进入烦恼及菩提的不二法门的人就算他看到亲近的佛土呢，他也不会因此而喜悦而产生兴奋或贪心，不会。相反的，看到不净的秽土，心中也绝对不会烦恼。刚刚讲的，反而产生亲近跟欢喜心嘛。我们一般人如果碰到逆境呢，都会想逃避嘛，想排斥嘛，结果是反而什么越陷越深这样让恶魔跟烦恼更有机可乘，因为我们已经中他计那佛陀就不一样咯，佛陀可以进入恶魔中呢，把恶魔变成佛陀。换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说，在是非中不落入是非在烦恼中不落入烦恼那我们凡夫在是非中落入是非，在烦恼中落入烦恼，我们是这样子但是觉者就不会这样子了可进可出，是非跟烦恼都是一样，可进可出看似进，实则出了；看似出来了，实则进去了啦。所以非进非出，也是不二嘛。刚刚不是我们讲慈济三昧吗？非行非做，也是这个意思啦。有一次有人问证严上人请问师父，你会不会钻牛角尖证严上人回答了：我当然也会不过我是钻进去马上出来你们是一钻进去就出不来了这个是凡圣之间就差在这里的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对逆境魔境或烦恼都好，不是排斥它或拒绝它，而是要先接受它，甚至感恩它。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沉溺其中而与它纠缠捆绑，要可进可出，不能进得去就出不来了，这样就很麻烦的啦。维摩诘经的弟子品里面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不断烦恼而入涅槃。这句话就是烦恼即菩提的意思啦所以烦恼也是道场烦恼更是成佛的种子所以不必去断烦恼，而是让烦恼直接变成菩提。能够修到这样，那就是入不二法门了，这才是真正的悟道者这个就厉害了，我们要学这个我们功夫还不够所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很向往了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了。上一集我们浅谈不二法门时有提到一群人来到维摩的家嘛，那时候维摩是生病但是却没有一位侍者来服侍他。那文殊师利菩萨就问维摩了：怎么都没有看到你们家有侍者呢？维摩就回答了：一切恶魔及诸外道，皆我事。对维摩来讲呢，佛魔不二，就是这个道理。一切的恶魔跟外道呢，都是来服侍我的。他不但不被他影响还妙用他这个我们常常提到嘛，的借力使力嘛
在维摩诘经的这个入不二法门品里面呢，那30位菩萨呢，纷纷针对何为不二做出分享啊。什么叫做不二？大家来分享啊，怎么样才可以入不二法门呢？那首先回答的是谁？法自在菩萨。他说，处处有分别的凡夫世界里啊，都由生跟灭而成立的，所以生生灭灭。然而不二法门的道理却是什么？生本来是不生，都没有生，哪来的灭呢？啊，对，所以是不生不灭啊，这个跟心经里面讲的道理相通的啊，跟我们刚刚前面讲也是通的。都没有烦恼，你要解脱什么啊？不是没有烦恼，有啊，但是有直接变成菩提的啊，是这样的意思啊。好，那第二位分享的是谁？得手菩萨，他认为主观跟客观也是不二啊，有主观才有客观嘛，那没有主观就没有客观啊。有两个面向，主观跟客观两个面向，但却是一体的。如果能够领悟主客不二的话，那这个就是入不二法门了啊。这个是这位得手菩萨这样认为了啊。那接下来还有一位菩萨不寻菩萨啊，分享啊，他把接受跟不接受看成是只有一个啊。在一般人在我们的常识里面呢，接受跟不接受差很大嘛，对不对？但不寻菩萨认为呢，就算接受了，如果心中是无求的，这有所得跟无所得是一样的，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举例来说，大家都很清楚啊。你送东西给我，但是我不拿，我只说一声我心领了，那这个算是有拿还是没拿？对，说没拿也对啊，因为真的是没拿嘛。但说有拿也没错哦，因为心里已经领受了，不是吗？两个都对，没有分别，不二，叫做不二啊。那再举一个例子啊，你请我吃饭，但我都没吃，因为我想减肥，这样我有没有被请到啊？那说有也对，说没有也对哦，很模棱两可哦。还是有被请，只是没吃嘛。这也是不二啊。同理啊，哦，在基金会上班，那基金会把薪水汇到你的账户里面去，你再把它领出来捐出去，那这样子算有没有领薪水啊？说有领也对啊，因为薪水都已经汇到你的账户里面，你有领的嘛。但是说没领也对哦，因为你都把它全部捐出来了嘛，对不对？所以很难讲。不过对我来讲呢，这样有点复杂了，所以我希望单纯一点，我选择不领薪水啊，你也不必汇到我的账户里面来啊，我也不必领了以后再捐出去啊，不必多此一举啊，这样就很干净利落，很单纯的，不是吗？这是我个人的条件是这样子的啊。好，那接下来换谁啊？换得顶菩萨分享啊，他把垢跟净呢看成不二啊，洗去污垢就会干净了嘛。洗完澡身体就没有汗了，没有臭汗都干净了，不是吗？所以洗去污垢就会干净，一旦变得很干净，污垢就消失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嘛。但是得顶菩萨认为啊，真正的净土必须脱离垢净对立才能够存在啊。真正的净土是没有垢净之分的啦。这个道理很好啊，这就是《心经》里面讲的不垢不净啊，不是吗？这个道理不难理解。我们读书会曾经提过，身在嘈杂的人群中啊，心在宁静的山泽里，就是这个道理。好，接下来呢，有这个善述菩萨提出见解啦。他心得分享，他说动跟念是不二的，这个稍微深一点了啊。动跟念啊，这一句比较深啊。动是什么意思啊？动是心被外境所牵动，叫做动了。那念呢，是内心起分别的作用了，叫做念。也就是心一旦被外境转动，
念头就开始起分别了。那心中起分别，就代表心被外境所转动了嘛。所以善述菩萨认为，动跟念是不二啊，是一体两面呢。字都很浅，但不解释就很难明白。人因为呢会思考，也懂得分别，所以才会有知性嘛。我们讲的知性、感性那个知性，但也因为人很会想，知道很多，念头也很多，而自陷于泥沼之中啊，造成不想嘛也不行，想太多嘛又不好，所以过犹不及啊。这就好像什么，很会游泳的人呢，反而溺毙一样。那些溺毙的人，很多都是很会游泳的人啊。也就是说，越会思考的人呢，想法或点子也会比较多啦，意见比较多啦。但是，一旦过头了呢，反而处事越模糊哦。而善述菩萨认为，改善之道就是要入不二法门呐。这是善述菩萨的见解了。其实孔子说“在思可疑”呀，也是这个意思嘛。孔子听到有人不管做什么事，总是非常的谨慎，要三思而后行，要考虑很久之后才要行动。孔子就说：“考虑2次就可以了啦。”其实考虑几次，也不是像公式一样啦，死板板的啦，一定要1次，一定要2次。是要灵活变通的嘛，所以孔子讲2次也是要看情形的。好，紧接着分享的是谁？善眼菩萨善眼菩萨的见解是一相跟无相是不二，一相跟无相是不二。那妙臂菩萨肩膀这个臂，妙臂菩萨说，菩萨心跟声闻心是不二啊。菩萨心是大圣的啊，声闻心是小圣的啊，不大不小，不二。那伏沙菩萨说善与不善不二，狮子菩萨说罪跟福罪业跟福业也是不二。那狮子意菩萨说有漏跟无漏不是功德讲有漏无漏吗？智慧讲有漏无漏吗？这个有漏跟无漏也是不二，漏而不漏，不漏而漏，不二，很难去判别的。那净解菩萨说有为与无为也是不二，有为法跟无为法啦。那罗延菩萨说入世跟出世不二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嘛，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2个都要结合在一起，所以2个是 two in one， 2合1，不是2个是1个这个我们能够理解的。那善意菩萨呢说什么？生死跟涅槃是不二。那现见菩萨说尽与不尽是不二，尽心尽力的尽这个都有点深但是今天我们时间不够，没办法讲每一个都帮他，每一个见解都帮他分析了，没办法这样子做好，那普守菩萨说我与无我是不二。其他像雷天菩萨说明说明与无明光明跟无明有人说什么色与色空有人说取与舍有人说暗与明有人说正道跟邪道是不二有人说实与不实，真实的实啦，实与不实也是不二等等以上这些就是30位菩萨呢个人的心得分享那这样的场景呢，就好像我们正言上人常常在精舍里面呢，跨国跨区连线的时候呢，大家温馨交流啦，各抒己见一样，有的在现场分享，有的是在连线上分享，我们可以感受那一种的法会的情境就跟这个情境是差不多了大家各自分享自己的心得嘛那我们无法详细说明这些菩萨们针对不二法门的各自见解太多了，30几位嘛。那除了刚刚前面讲的几位之外呢，菩萨中呢，诸菩萨中有一位叫做善意菩萨，刚刚提出来的生死跟涅槃不二这个我们可以来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凡夫把生死跟涅槃
看成是两个对立嘛。但善意菩萨的见解是把生死跟涅槃看成是不二，他认为生死跟涅槃并非完全的分离或者对立，不是，两个是互相依存的哦。也就是说，有生死就有涅槃，有涅槃就有生死啊。那他认为学佛者可以通过正确体认生死的自然法则，来实现涅槃的可行性。这样听起来有点深啊。不过呢，以前我们读书会有曾经提过啊，叫做潜藏涅槃的滋味啊。简单讲就是说，碰到再难吃的餐食啊，或碰到再不顺的人事啊，就要懂得立即转念啊。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还是欢喜接受、感恩接受啊。能做得到这样子，就是在潜藏涅槃的滋味了。人家批评我们、诽谤我们，我们也是无所谓，这个也是潜藏涅槃的滋味的。因为能够看开放下，不简单啊。也就是说，还未往生，我们就能体会什么叫做涅槃。不过这是潜藏而已的啊。这样解释起来的涅槃的境界，好像也不很难理解，是吗？其实这也是佛教对涅槃境界的一种阐述啦，也不难理解嘛，是吗？其实这也是佛教教育的一个核心观念呐，不是只有善意菩萨这样子认为，我们也是这样子认为啊。所以这样的不二法门观念呢，是在提醒我们呐，虽然早晚都要面对生死轮回的自然法则，每个人都逃不掉，那不如趁着活的时候，赶快来寻求觉悟跟解脱之道嘛，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嘛，死得隆重不如活得精彩啦，不要死后再来大做文章的啦，没有必要啦，就是这个道理嘛。那达赖喇嘛曾经开示哦，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哦，如果不接受这个事实啊，你就会产生恐惧跟焦虑啊。不要说死很害怕，那生命就害怕了啦。所以生死也是一体两面呢，也是不二，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来来去去，去去来来，不断的轮回循环啦。那些寂灭为乐啦、视死如归的这些觉者或者菩萨呢，更是以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当作他修行的最高境界。但是呢，未经佛法教化的人，很可能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了。等到老病死无常发生在自己身上，或发生在自己家人的时候呢，往往无法接受而痛不欲生啊，哀痛欲绝嘛。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啊。同样发生无常跟意外啊，有的家属是节哀顺变，默默祝福亡者，因为他知道只有祝福他才是帮助他。有的则是什么呼天抢地啦，哭到死去活来的。我们因为平时没有做好对人生八大苦的心理建设跟因应，甚至是准备，碰到境界现前时，自然是临时抱佛脚啊，茫然失措，方寸大乱了。那处在这个境界的时候，更容易在知见不正跟昏沉散乱之下呢，萌生妄念而坏了大事。所以做好准备很重要。那学习就是在做最好的准备嘛。而学习入不二法门，对我们的心智跟心境都有旋乾转坤之效。不二法门我们连续讲了2讲，各位同修最好能2帖一起服用啊，有病治病，没病强身啊，药性温和，不起副作用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